在人类历史上，有那么一群君主，他们不琢磨怎么搞钱，反而琢磨的是怎么花钱。但这钱呢，是花了就没了，没了还得挣。可有些帝王可不这么想，人家觉得钱就是王八蛋，花了还能赚。不对，花了就花了，真开心。话不多说，今儿挨个说道20世纪之前那些把烧钱当成毕生事业，花钱花到国库冒烟的皇帝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败家爷们儿。秦始皇第4，而第1名，他花的钱按黄金的价值算，别说买个欧洲了，买下半个世界都够了。第10名，罗马暴君尼禄。朕的快乐是整个罗马的 GDP。 这位爷在历史上那可是鼎鼎大名，当然了，是臭名。他妈为了让他当皇帝是费尽了心机，结果他倒好，把妈给弄死了，还顺手把老师也给办了。干这些事儿他眼都不眨，花钱那更是大手大脚。公元64年，罗马城着了场大火，烧了6天7夜，老百姓都说是尼禄放的火。为啥？因为火刚灭，他就宣布，哎呀，这地方不错，空出来了，给朕盖个宫殿吧。这就是传说中的金宫。这宫殿有多奢华，您听我给您念叨念叨。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12帝王传》里写着，这宫殿里头墙上贴金，天花板镶满宝石象牙，还能像花瓣一样往下洒香水。餐厅是圆的，能跟着天体一起转，24小时不停。宫里头还有个人工湖，比个小海还大，门口立着个他自己的巨型铜像，30多米高，跟纽约自由女神像差不多。这得花多少钱没法细算，但有历史学家估摸着，光是维持金宫的日常开销就占了当时罗马帝国财政收入的1/4。您想想，一个国家的钱1/4拿来养一个院子，这是什么概念？换算成今天，就好比一个超级大国每年拿出几万亿美元来给你家装修，您受得了吗？所以尼禄排第10一点不冤。第9名，埃及法老胡夫。我没烧钱，我只是给永生投了点资。这位比尼禄可早多了，公元前2500多年的事儿。胡夫法老一辈子干的最大事儿就是给自己修坟，胡夫金字塔。这可不是一般的坟头，这是世界7大奇迹里头唯一一个还站着的。这玩意儿烧钱在哪儿？主要是人工和时间。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修金字塔用了10万工人，修了整整20年。每天光是给这10万口子人吃饭，就得花掉无数的大蒜、萝卜和洋葱。希罗多德说，光买这些菜就花了1600塔兰铜的白银。1600塔兰铜是多少钱？1塔兰铜大概是26公斤，这就是41.6吨白银。按今天银价算，怎么着也得几个亿美金了。这还只是伙食费，那230万块巨石平均每块2.5吨，最重的几十吨，从老远的地方运过来再垒上去，这得多少人力物力？有学者估算，整个金字塔的工程造价如果换算成今天的美元，至少是50亿到100亿美元的级别。一个国家动用全部力量，花20年就为了给一个人盖个坟，这手笔够大。第8名，中国隋炀帝杨广。朕不是在花钱，朕是在创造历史。说到咱们中国的败家皇帝隋炀帝杨广，那必须有姓名。他爹隋文帝杨坚是出了名的抠门，攒了一辈子的钱，国库里粮食布匹堆的都发霉了。结果到了杨广这儿，好嘛，开闸放水。第一件事，修大运河。
这条河沟通南北，功在千秋，没错。但当时是怎么修的？隋书里写，丁男不供使役妇人，就是说男人不够用了，连妇女都得去工地，前后动用几百万人，死了得有一半。这工程量放今天就是个超级基建项目，烧的钱和人命没法算。第二件事，盖新首都洛阳，新皇宫叫紫薇城，里面有个观文殿，门窗都用名贵的沉香木和檀香木，还镶着玉。冬天宫女们嫌树不好看，他就让人用丝绸剪成花和叶子挂满一树，一阵风过去，这得飘走多少银子。第三件事，三征高句丽，3次大规模远征，每次都动员上百万人，粮草辎重无数。结果呢，3次都惨败，把隋文帝残下的家底儿败了个一干二净。有人算过，杨广在位的10几年，花的钱差不多是隋文帝省吃俭用几十年攒下的全部家当。最后国家被他造完了，自己也落了个被缢死的下场。第7名，法国太阳王路易14。赈济国家，所以朕花的钱就是国家花的钱。这位爷是欧洲君主专制的巅峰代表，他有句名言 L'État, c'est moi。 所以他花钱花得理直气壮。他一生最大的杰作就是凡尔赛宫。凡尔赛宫本来是他爹的一个狩猎行宫，到他手里扩建了整整50年，里面有多豪华。著名的镜厅17扇巨大的落地窗，对着17面由483块镜片组成的巨型镜子，天花板上全是歌颂他功绩的壁画。后花园大的能跑马，光是维护花园里的喷泉和植物，每年就要花掉一大笔钱。整个凡尔赛宫的建造和维护到底花了多少？法国历史学家估算，大概相当于当时法国3年的财政总收入，换算成今天的美元，怎么也得3000亿美元往上走了。这还不算，他在宫里天天开派对，养着几千个贵族吃喝玩乐的费用，再加上他打了好几场大仗，比如法荷战争、大同盟战争，把法国的钱袋子彻底掏空了。等他去世的时候，给孙子路易15留下的是一个华丽但濒临破产的国家。第6名，印度痴情帝王沙贾汗。江山和爱情我都要，但爱情的账单江山来付。这位是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叫沙贾汗。他这辈子最出名的不是文治武功，而是他那段流传千古的爱情故事。他有个宠妃叫泰姬玛哈尔，俩人那是情比金坚，结婚19年，生了14个孩子。可惜红颜薄命，泰姬在生第14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去世了。沙贾汗是悲痛欲绝呀，一夜白头。为了纪念爱妻，他决定要为她造一座全世界最美的陵墓，这就是泰姬陵。这泰姬陵烧钱烧在哪儿？首先是材料，整个建筑全用纯白色大理石，这些石头都从几百公里外的拉贾斯坦邦运过来。墙上镶嵌的宝石那更是来自世界各地，斯里兰卡的蓝宝石，阿拉伯的珊瑚，波斯的紫水晶，还有咱们中国的玉石。据说光是运这些材料就动用了1000多头大象，其次是人工，2万多名工匠花了整整22年才建成。首席建筑师是谁？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沙贾汗请的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工匠，这得花多少钱？根据当时的记录和后世学者的估算，泰姬陵的总造价大约是3200万卢比。听着不多是吧？但您得知道，那是17世纪的3200万卢比。有经济学家换算过，这笔钱
如果折合成今天的美元，购买力大概在10亿美元左右。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这笔开销几乎耗尽了当时莫卧儿帝国的国库。更绝的是，根据野史传说，沙贾汗本来还想在河对岸用黑色大理石给自己也建一个一模一样的陵墓，黑白双煞，遥相呼应。幸亏他儿子奥朗则布看不下去了，发动政变把他给囚禁了。不然这第二个泰姬陵要是开工，莫卧儿帝国估计得提前几百年关门大吉。第5名，俄国改革狂人彼得大帝。只要能让俄国牛起来，花多少钱朕都不心疼。这位爷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沙皇之一，也是个花钱不眨眼的主。他一门心思要让落后的俄国挤进欧洲列强的圈子。怎么挤？2个字，学习。再加2个字，花钱。第一，建新首都。他嫌莫斯科太土太内陆，于是跑到波罗的海边上的一片沼泽地，说就在这儿给朕建一座面向欧洲的窗户，这就是圣彼得堡。在一片烂泥地里建一座城市，难度可想而知。几十万农奴和战俘被赶到这里，没日没夜的干活，死了得有10几万人。所以圣彼得堡也被称为建在白骨上的城市。这工程的耗资简直是个无底洞。第二，建海军。俄国本来是个内陆国，彼得大帝非要搞海军，没船买，没技术，去欧洲学。他自己乔装打扮跑到荷兰、英国的造船厂当学徒，回来就砸钱造军舰，从零开始建立一支能跟瑞典海军抗衡的波罗的海舰队，这烧的钱比造1万个泰姬陵都多。第三，打仗。为了抢夺波罗的海出海口，他跟当时的北欧霸主瑞典打了21年的大北方战争。打仗就是烧钱，21年的仗几乎把俄国几代人积攒的财富都烧光了。为了筹钱，他发明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税，什么胡子税，留胡子就得交钱；窗户税、密封税，就差对空气收税了。彼得大帝花的钱没法精确计算，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他统治期间的财政支出常年占到国家收入的80%以上，大部分都用在了迁都、建军和战争上。可以说，他是用钱硬生生给俄国砸出了一个强国的地位。第4名，中国千古一帝秦始皇。朕花的是自己的钱，6国的钱也是朕的钱。说到咱们中国的始皇帝，那绝对是重量级选手。他统一6国，书同文，车同轨，功绩没得说，但这花钱的本事也是独步天下。第一，修长城，连接并加固战国时期各国的长城，形成万里长城，征发了丁南30万。这工程量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第二，建阿房宫。杜牧的《阿房宫赋》里写的明白，负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宫殿大到能把太阳都遮住，里面5步1楼，10步1阁，廊腰漫回，檐牙高卓，这得用多少木料，多少人工。虽然现在考古发现阿房宫可能没建成，但光是这个计划和已经动工的部分就足以掏空国库了。第三，造骊山陵，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秦始皇陵。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这陵墓从他13岁即位就开始修，修了快40年，动用了70多万人。地宫里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用宝石做日月星辰。光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就已经是世界第8大奇迹了，那还只是冰山一角。这3样超级工程随便拿出一个都够一个王朝喝一壶的。秦始皇是3线并进，有人估算秦始皇陵的总造价如果换算成今天的美元，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甚至更高。他把从6国搜刮来的财富几乎全都砸进了这些超级工程里，结果呢，
秦朝2世而亡，跟他这种不计成本的极限烧钱有直接关系。第3名，西班牙虔诚君王菲利普2世。新世界的黄金就是上帝赐予我捍卫信仰的弹药。这位爷是16世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他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5世给他留下的家底儿，那叫一个厚，多厚？整个西班牙加上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南部，还有美洲新大陆源源不断运来的金山银山，按理说守着这么大一座金矿，他得富得流油吧？恰恰相反，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一辈子就干3件事：祈祷、工作、花钱。而且他花的钱让整个西班牙从世界首富变成了世界首富。第一，盖修道院，为了纪念他爹，也为了彰显自己的信仰，菲利普2世下令建造了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这地方既是修道院，也是宫殿，还是皇家陵寝。整个建筑像个大烤炉，据说是在纪念某位被烤死的圣徒，里面收藏了上万件圣徒的遗物，什么圣人的指甲、头发、骨头。为了收集这些，他派人满欧洲地买，花钱如流水。整个工程耗时21年，其宏伟壮观，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第二，打仗，他是天主教的狂热捍卫者，谁搞宗教改革他就打谁。尼德兰，也就是今天的荷兰，人民要信新教，还要独立。他派铁血公爵阿尔瓦去镇压，打了80年战争，军费开销是个无底洞。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扩张，他联合教皇国和威尼斯组建神圣同盟舰队，在勒班陀海战跟土耳其人死磕。最烧钱的是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1世的对决。为了征服异端的英国，他倾尽国力组建了史无前例的无敌舰队，130艘巨舰，3万多名士兵和水手，光是准备工作就花了几年时间，耗资超过1000万杜卡特金币。这笔钱相当于当时西班牙王室2年的总收入。结果呢，一场风暴加上英国人灵活的火船战术，这支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菲利普2世在位期间，从美洲运回的黄金白银，据统计超过了800吨白银和200吨黄金。按今天的金价，光黄金就值140多亿美元。可他花的比这还多，他一辈子一共宣布了4次国家破产。您没听错，一个坐拥金山的国王把自己玩破产了4回。这种操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把他排在第3，一点不屈。第2名，马里帝国黄金之王曼萨穆萨。我不是在炫富，我只是想让世界知道真主赐予了我花不完的黄金。这位爷您可能不太熟，他是14世纪西非马里帝国的君主。当时马里帝国控制着全世界1半以上的黄金产量。这位穆萨国王到底多有钱？这么说吧，就现在的马斯克、比尔盖茨、贝索斯这些个大佬们，在他面前那都是弟弟。他是被公认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没有之一。他的钱多到他自己都没概念。直到公元1324年，他干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去麦加朝圣。这次朝圣可不是一个人背着干粮就上路了。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记载，他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总共有6万多人，其中包括12000名奴隶，每个奴隶都手持一根重约4磅的金杖。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500名身穿波斯丝绸的仆人，同样人手一根金杖。更夸张的是，他还带了80到100头骆驼，每头骆驼都驮着300磅的黄金。您算算，光骆驼驮的黄金就超过了10吨。他这一路见人就撒钱，路过开罗，
他大肆采购，疯狂施舍，给穷人发金子，见到官员送金块。结果他一个人凭一己之力，在开罗引发了持续10几年的通货膨胀，黄金的价格在整个中东地区暴跌了 25%。 一个人能把一个地区的经济搅得天翻地覆，这超能力谁能比？这次朝圣之旅他到底花了多少钱，没人知道确切数字，因为他根本就不算账。有历史学家估算，如果把他挥霍掉的黄金加上他捐赠和沿途修建清真寺的费用，换算成今天的美元，至少是4000亿美元的级别。而且这还只是他财富的冰山一角，他让欧洲人第一次知道了，在遥远的非洲有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国度，这份榜单的亚军非他莫属。第1名，他烧的钱既不为爱情，也不为信仰，更不完全是为了自己享受。他的烧钱方式烧出了一个王朝的背影，也烧出了一个民族的千年记忆。他的名字响彻华夏，他的故事也流传至今。他就是大汉天子汉武帝刘彻。钱是什么？钱就是打匈奴的剑，是通西域的马，是朕给大汉挣下的万世荣光。为什么是他？咱们一条一条说。他爷爷汉文帝，他爹汉景帝搞了个文景之治，2代君王节衣缩食，轻徭薄赋，国库充盈，到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粮仓里的粟米堆积如山，有些甚至发霉变质。他们留给刘彻的是一个富得流油、国泰民安的大汉帝国。所以这位年轻的天子接过权杖后，并未安享太平。他看着大汉版图，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和父亲。他爷爷曾说，大不过和亲吧。他爹也说过，再忍忍，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这儿，他大手一挥，打，往死里打。这一打就是40多年，从漠南之战到河西之战，再到漠北决战，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铸就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千古豪言。可这辉煌背后是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开支，仅一次漠北决战便出动10万骑兵，随行步兵与后勤人员多达数十万，战马损失10余万匹。史书冷峻记载，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文景之治积攒的雄厚家底几乎被一战打空，把文景之治攒下的家底儿打了个底儿朝天。钱不够了怎么办？汉武帝发明了各种创收手段，盐铁官营、军书平准、告民令、卖官鬻爵，这些政策共同构成了汉武帝民不义富而天下用饶的财政逻辑，也就是不增加农业税，却让国家富裕。虽在短期内成功支撑了帝国扩张，但也埋下了社会矛盾与经济失衡的隐患，成为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猛烈批判的焦点。可以说，为了打仗，他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模式都给改了。打完匈奴，他还得开拓西域，张骞出使，打通丝绸之路，这背后都是钱在铺路。他还喜欢封禅泰山，全国巡游，那排场比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出访都大得多。晚年他还迷信方士，求长生不老，无数的黄金被那些江湖骗子炼成了没用的仙丹，连太子刘据都被巫蛊之祸逼得自尽，父子反目，骨肉相残。到征和4年，公元前89年，武帝已是70老翁，白发苍苍，独坐未央宫，外头民变四起，内里心如刀绞。就在这当口，有大臣上奏，陛下，轮台之地水草丰美，不如派兵屯田，再拓西域。换作年轻时的汉武帝，定是龙颜大悦。
好，再打一仗。可如今老皇帝闭目良久，忽然长叹一声，老泪纵横。罢了，朕错了。随即一道诏书传遍天下，前些年朕听信妄言，兴兵远征，致使将士死伤，百姓流离。李广利兵败大宛，数万儿郎埋骨黄沙，每每思之，痛彻心扉。如今又有人劝朕屯田轮台，远在车师以西，千里粮道难继，徒耗民力。这不是安民，是扰民。朕不忍在位，从今往后，凡有害百姓、糜费天下之事，一律罢停。要禁苛政，止滥税，劝农桑，养马备鞭，但求百姓喘口气，江山稳一稳。诸位您听听，这是何等气魄！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帝王，在江山将倾之际，不推责于臣，不归咎于天，反而揽过在己。他没说天灾所致，也没说奸臣误国，而是说是朕狂悖，使天下愁苦。这一道诏书如春风化雪，止住了帝国崩塌之势。继位的汉昭帝、汉宣帝奉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忠诚昭宣中兴。后世史家叹曰：武帝有亡秦之师，而无亡秦之祸，赖此一诏也。汉武帝到底花了多少钱，我们无法用今天的美元来精确衡量，因为他的花费已经超出了货币的范畴，他消耗的是整个帝国的综合国力。如果非要估算，我们可以这么看，他把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的经济繁荣的庞大帝国，从储蓄过剩打到了濒临破产。这份败家的魄力和手笔，曼萨、穆萨那种单纯的撒钱都无法与之相比。穆萨只是花掉了他矿里的黄金，而汉武帝却是将整个国家的血肉与筋骨锻造成射向敌人的利剑，铸成守护疆土的长城。他烧掉了文景之治的全部积累，但也烧出了一个民族几千年的自信和尊严。从此之后，大汉二字成了华夏的骄傲。所以这史上最烧钱君主的头把交椅，汉武帝刘彻当之无愧。好了，今天的败家排行榜就盘到这儿。您觉得君主的这种极限烧钱行为，究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催化剂，还是导致王朝衰败的加速器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高见，跟大伙儿一块儿聊聊。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